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李现山野偶记拍摄芭莎之前，李现正在新疆经历了长途跋涉搬7个月的工作，主演古装大戏《国色芳华》之后，他和几个早已约好的朋友自驾去了中国西北部的新疆，奔赴山野，感受天地间的纯粹。新疆山河大美，心也被感染的豁达放旷。在新疆，李现说自己直观地感受到了自然对内心的治愈。回想看，李现出道已13年了，真是没想到，万箭穿心是他在大一时就拍的电影。李现刚从理科生转艺术生，就扮演了马文昭，以误解母亲的状态出现在电影中。他出道时就在演绎和自己完全不像的人，现实回味，当配的一个妙字。从李现身上总能品味出淡人身上的浓感，如良好的家教，一直探求和思考的动力，除却演员身份抓住世界的方式，自律理性的行动力。当然，李现最重要的身份还是演员。看过往的访问，他似乎曾纠结过表演之路的设定对未来走向的干扰，当时他并未给出确定答案。新发现从他的当下回复中显山露水，他决定离开曾经的预设，从河神到亲爱的、热爱的、被市场认可的题材和演绎方式，以及变化的市场导向、观众需求，当然伴随着李现塑造的角色。然后去有风的地方，春色季情人群星闪耀时，整体性从题材、拍摄方式到人物身份，个体性从表演的生活化和松弛感，明明能感受到他有了一些新的打开方式，被观众关注并喜爱。这一切随市场风潮而波动，倒也并未拘束住他真正的自我，那仿佛是更妙了。以前会觉得人生需要有一些预设，有一些想法和目标，仿佛看到这个面容疏朗的男人微微一笑，甚至发现现在也并没有按照以前的预设走，所以就彻底敞开心扉吧。人生不需要预设。拍了7个月的古装大剧《国色芳华》，李现饰演关雅长安，养会韬国的天子近臣蒋长阳，携手杨紫饰演的何为芳，以实业报国，成为湘眷的爱侣。古装剧里所装载的依旧是人生自主的现代精神。不过，对李现来说，演这部剧和非常专业的团队合作，更多的体会是更深入地了解到古装题材的表演方式和诠释角色的方式。坐卧行止、谈吐礼仪是为人臣的细节，也是要注意的点滴。光华瞬息，异彩人间，凡此种种，值得分享和叙说的自然还有许多。古装题材里，这次我也找到了自己能发挥的空间。李现更愿意先说说离开、放下，仿若天光亮起，重整衣冠，拾级而上。一个人不再着力于镌刻以前的痕迹，而是一身轻松走向30岁之后的自我。我放下了20岁的天真，我喜欢这个世界的日夜变化，斗转星移，日出日落，四季更迭。李现说道。这些年，随着工作，李现的脚步去往了国内和世界各个角落，譬如去有风的地方的大理、沙溪，春色季情人的泉州，国色芳华转场的3省5市，商务、时尚等其他工作，则短途带他去了更多地方。我会用手机、相机和眼睛记录不同风景，更纯粹的则是李现的私人旅行。我会更加放开自己，或者说更享受生活和美景人文，在其中调整心态。被注意到的是，在各个城市，在各种场合，偶遇李现成为了某种寻常事。李现说过，要警惕商务车和高级酒店之间辗转的生活，喜欢散步，放下身份设定，爱上摄影，让他和别人的相逢有了更多的交集和机会。他也一直乐想和自然的交集，无论是之前喜欢的户外运动，
玩飞盘、徒步、打网球、进行公园20分钟效应还是其他。我一直很喜欢户外，无论是什么职业，在都市中待久了，人们都需要一些放飞和休憩。可能是像我这次来到新疆这样的山野，也可能只是在家附近的小公园，可以是拓展、穿越，也可以是踏青、越野跑，都可以。后来拍摄视频时，他说，语气淡淡，态度是轻松而亲和的，而令人信服，不再设限，也体现在李现对生活的态度中。譬如旅行，旅途中如果有意外，我也愿意接受，比如改变自己的行程，接纳所有的变化，推及心态，从前说一就是一，黑白分明的心变得柔和，或者说更好沟通了，我觉得这样也不错。他以前的旅行常有旅伴和团队，不过李现也会主动偶然制造一个人的行程。前些年去泰国、菲律宾学自由前，他一个人订机票、订酒店、找教练、定行程。一个人的旅行会遇到一些困难，也会偶尔觉得孤独，但也会迸发出更纯粹的自由。你没有太多的规划，没有限制，没有干扰，可以更纯粹地享受这段旅途生活。骑着一台小电驴，就在路上那么开着，远处突然出现了特别的画面，干脆开得更近一些。原来是一座漂亮的寺庙，里外有3两的人，并非在当日的行程中，却因为是个人的旅行，就任由自己去了。我花了1个小时，好像什么也没做，却感受了寺庙的美好。这就是自由旅行中最神奇的地方。李现自觉前几年给了自己太多压力，对抗很多虚无的东西，反而身心俱疲，有太多内耗。这次来新疆，是感受天地，沉入自然，当然也是投身天地中做情绪清理。在山野中，一切内耗仿佛都被举重若轻地放下，你能感受到空气的新陈代谢，生命的流动性，许多厌烦的情绪，积压的不愉快，都会被清零。来到新疆，李现的第一感受是被震撼。书本和视频中曾见过的事物，真正铺展开来，冲至眼前，除了震撼，还是震撼。真正看到这些地形地貌、山河湖泊的时候，你会觉得震撼，不虚此行。新疆真的是地大物博。李现说，和几个伙伴相约自驾，开着车，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往往1天半天已经过去。从赛里木湖、下塔古道到喀拉峻、那拉提草原，自然之美、广袤、壮观而无言地撞击着每个心灵。也有遗憾，那拉提的行程中一直在下雨，不过也留了个未来的契机。如果未来有机会再来一次那拉提，应该会有不同的美好感受吧。新疆美食众多，大盘鸡、羊肉、一把抓，也都契合了李现的口味。和朋友们一起旅行，一起吃美食，谈天说地，相互拍照，也拍下美景，也都是美好所在。这次的旅程真的是有机会让我放肆的去做了拍照这件事，爱好发挥到了极致。新疆的山脉、雪山、旷野、沙漠、湖泊都有很豁达、很自由、很纯粹的状态。李现说，爬上高山，终于舒畅地吐出一口气，除了风景壮美，也让人对自然寂静又味。人文的感受则不同，在新疆，人与人的连接好像和自然、风光没有直接关系，而是一种爱的传递。这2种美都有各自的美好。他分享到，这1年他想明白了很多事，放下、随性，片刻寄情于新疆这样辽阔的土地，在广袤无垠的自然中放飞与疗愈，然后再继续热爱，热爱这个世界，热爱人生，热爱身边的每个人。